高祖5年，刘邦决定将首都定在关中地区啊，在往后的1200年间，大长安时代就此宣告来。汉朝初年，刘邦除了对付少数非怀氏的将领，他的怀氏集团功臣绝大多数都得到了善终。百城之围后来和亲政策就成为中国用来笼络北方游牧民族很重要的一个政治手段。建国之后，怀氏集团这些老哥们还是跟过去一样，喝醉了之后就拔刀击柱啊。叔孙通向刘邦建议要制定朝议，刘邦站在金銮殿上，看到文武百官每一个都低着头排队走进来，回头跟吕后讲：“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原来是这么过瘾的事情。”萧规曹随背后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爽老秩序。历史上文景之治实际上从刘邦的晚年就已经开始，刘邦是真正的千古一帝。刘邦还有一个点啊，他未能彻底的完成开国功业，但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事，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所以他就是一个伟大的平凡人。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修。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聊我们的历史讲堂哦，大任诗人系列。最近呢，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谁呢？在讨论中国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汉高祖刘邦。他的生涯实在是太传奇了哦，经历了他从草莽时期，到了他的起兵时期，到了楚汉相争时期，终于他真正当上了皇帝。但是他当上了皇帝也不是一帆风顺，他所遭受的挑战啊，搞不好呢才正要开始啊。因为呢，面对项羽呢，项羽只有一个人，他身边多的是叛将。然而呢，当他当上了皇帝的时候，那些曾经帮助刘邦的人呢，开始也跟刘邦产生了利益上的冲突啊。可以说，汉高祖刘邦啊，他从老匹夫变成老军夫啊，一辈子都在打仗，当了皇帝还在打仗啊。为什么这个汉家天下好像没有这样一帆风顺？这个皇帝真的是得来不易啊！哈，也无怪乎呢，有史学家称啊，他是真正的千古一帝。到底汉高祖刘邦当上了皇帝之后，又发生怎么样精彩的故事呢？当然，我们讲到历史，我们来欢迎谁呢？我们来欢迎王立本老师，学长好。主持人好，还有全世界的观众大家好。是像我们最新从汉高祖刘邦啊，终于啊当上皇帝了。那他这个即位还真是不容易啊。首先，他面临第一个问题就是跟项羽一样的挑战哦。那要定都在哪里？在哪里当皇帝？还有呢，这些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要怎么安置呢？很多人是自己有兵啊，比如说最有名就韩信、英布、彭越，我们上一讲都提到这些人哦，都是手握几十万大军，是的啊。所以这一些人兵力极强，战力也很强，而且呢，其实常年呢也不受刘邦节制啊，都自己在外啊。那怎么办呢？他封了好多的王啊，那就发生什么事了？好，首先我们要看西汉王朝为什么可以200多年，那东西汉加起来400多年他一开始他的建国的格局跟刘邦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面的决策，就展现出非常非凡的眼光跟气度。我们知道，其实刘邦的教育程度不高，可是刘邦，我们前几集讲到他打天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总是在非常关键的时刻能够接受正确的建议，而且立刻改正，反应迅速如闪电。那他在建国之后，几个决定整个汉朝的存亡的事件当中，也是延续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首先，汉高祖刘邦要面就是未来帝国首都要在哪里？我们知道刘邦他出身怀氏集团，对不对？他整个开国集团可以粗分成2大块，一块就是所谓的怀氏集团嘛，另外一个就非怀氏集团。非怀氏集团有许多是西楚的降将，那不论是怀氏还是非怀氏集团在他整个开国的功臣集团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他们跟关中没有太深的渊源。也就是说，一般来讲，他们所仰望的都是他们的故土所在包括刘邦本人也是最有名的就是他的大风诗嘛，对不对大风起兮云飞扬他讲得很清楚嘛甚至于最后一次回他故乡的时候，他很感性的讲，他说未来有一天我要是死了，我的魂魄还会归于这里所以他跟项羽其实这一点是一样的，他们对他们的故乡有很深刻的依恋，可是刘邦却展现出不同的眼光跟气度，他决定将首都定在跟他们这个集团没有太深渊源的关中地区最早的时候，其实刘邦比较属意的建都的地点是洛阳，因为洛阳是当时中原地区最大的一个城市刘邦经过洛阳的时候，也曾经称赞过洛阳的繁华跟雄伟不过在2002年击败项羽之后，决定到底要建都在哪里的时候许多人就给他不同的建议。首先第一个就是娄敬，当时娄敬就主张应该把首都设在关中地区，跟咸阳隔着渭水的长安。设在长安这件事情一开始，娄敬一提出来，整个怀氏集团绝大多数人都反对这个让刘邦一时之间也有一点
为难哈。不过刘邦就将娄敬的建议去询问了另外一个开国集团中很重要的一位是谁呢？张良。张良他绝对不是怀氏集团的人，张良比较战略啊，这个人太了不起了啊。他告诉刘邦啊，他虽然说洛阳啊居天下之中，再加上他的户口税收比较多，但是洛阳却是四面都是平地，非常容易遭到攻击啊。反观关中，东面有函谷关啊，南面有整个陇蜀地区，沃野千里。简单说就是他有腹地，有一个战略的纵深啊。然后北边有胡人畜牧上的便利啊，基本上可以说是三面防守啊。向东可以牵制诸侯，一旦东方有变，就可以居高临下，顺势东下，把东方的叛变所弭平，可以说是京城千里啊，天府之国。所以他当时就告诉刘邦说，娄敬的建议是对的，我们必须要采纳啊。刘邦立刻就接受了张良的建议哈，而且还因为娄敬有功，将娄敬升官为郎中，郎中代相当于我们今天就是部长啊。另外还赐他姓刘。第二年，在高祖5年，他就在渭水的南岸阿房宫的北侧啊，开始兴建长安城。一开始兴建的叫长乐宫，后来2年之后又新建了未央宫啊。各位如果有看过西汉的铜镜，你会发现常常出现这两个长乐未央，意思就是说我心在中央，我效忠大汉朝的意思哈。就在这边建立了汉朝的政治核心，这象征一件事哦，各位。在往后的1200年间啊，大长安时代就此宣告来，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当初刘邦可能没有想到这么远，但建筑在长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长安位居西北黄土高原的边缘啊，它往西走很快就会进入到河西走廊，就可以通西域，将中国的力量延伸到中亚地区。如果他的首都是建都在洛阳的话，绝对没有这样的一个气度，也绝对没有后面历史的展开。所以建都长安这件事情也展现出他的政治智慧，对不对？比那位衣袖夜行的项羽实在是高明太多，所以可以说是奠定了帝国一个很重要的基础。OK， 好，那我补充几个点啊。好，第一个呢，我们刚才看一下那个大风歌啊，你可以充分的去看到刘邦这种性格。他虽然是个地痞，不过他确实是相对比较豁达的一个人哦，很像民歌嘛。你看他的内容就知道。对，你看项羽很有意思嘛。项羽的个性哦，虽然看起来像英雄豪杰，但他其实是有点小媳妇哦，很会计较一些得失啊，总是在选择的时候做出错误的决定嘛。好，比如说上一讲我们提到鸿门宴的时候，该杀的时候不杀，不该杀的时候后悔万分啊，所以常常会出现这样，比如说他跟范增吵架，结果就把范增给逼走了，然后偏偏是他最需要谋士的时候，这是项羽啊。那刘邦这个人他就是比较豁达一点，那他也比较果决一点。那你看他这大风歌，你就知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浓浓的故乡情。可是没错，但我就不定都啊。结论就是，那我要在关中营建我的新都。那新都的位置很有意思啊。首先，我们看汉初的整个结构图，你可以看到，其实长安并非居天下之中啊，而且东方呢，因为留下了很多开国功臣嘛，那这些功臣几乎都是一方军阀或者是六国的故旧，所以事实上，你把长安定在这里，你事实上也没办法威慑到东方。那我们说的洛阳在哪里？洛阳就在河南境内哦，就在韩国的旁边。那如果说天子守国门，理论上他在这边也许也是不错，但是他考量到一个点哦，就是萧何已经把整个关中整理的差不多了，而且呢，这是一般史学家的看法，没错。对，好，那他往南呢是巴蜀地区，就今天的四川嘛。那四川早就入代了嘛，他当初项羽封他的时候，就是把汉中、巴蜀都封给他，所以这可以说是他在楚汉相争过去那4年、5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大本营啊。哈，那这个其实也奠定了接下来他在跟异姓诸王征战的时候他的一个优势，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说他有一个很强的战略观。另外很多人说，那个关中地区到底成为中国多久以来的首都？我这边也顺便讲一下，你可以看到周代的封金、镐金也在这里，所以它也有一个很强的政治性的一个象征意义。其实关中时代是结束在唐朝的黄巢之乱，黄巢之后把整个关中全部毁掉了。对，从此之后关中才不能再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对，而且东方跟南方也开发起来了嘛。那这里有一个很强政治意义在哪里呢？就是汉承秦作，秦承周作，它是一路这样子承继下来的，所以配合我们上一讲所提到的五德宗史说嘛，汉朝它是把天命观还有它的政治的各种的部分把它结合在一起啊，所以它定都长安城其实既有战略意义啊，也有政治性的意义。然后还有一个，它原本就是它在承继它原本的地盘啊，这个是几个很重要的要点啊。所以这边给大家做分享。那我们刚才提到刘邦已经确立了他在长安易守难攻、治理有成，他把它整个都完整下来啊，这是个定策的过程。但是学长这里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说他
他统治除了定都之外，很重要的是他采取了什么样的制度？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图很奇怪啊，这怎么有国又有郡呢？好，你看只属于朝廷的是郡，那这其他地方又有国，到底是怎么样的？好，这个是汉朝初年一个政治特征，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妥协的产物了哈。刚刚学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为什么建都在关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萧何在关中已经待了7、8年，他已经把关中整理得不错了，所以关中如果建都的话，马上就可以上轨道哈。这个是一般史学家的看法。那你说到了天下大定之后啊，首都也建立了，那整个东方的行政制度你要怎么去安排就很重要啊。一般史学家都说汉朝初年采取封国与郡县并行制，在广大的西部地区啊，以关中为核心，包括巴蜀、汉中这一带都是采取郡县制，这边可以算是中央的直属地区，可以这样讲。因为在广大的东方地区还存在着许多的封国啊，为什么他要采取这个制度啊？过去史书上是说，因为当时一般人的看法是说，秦朝就是因为采取全国郡县制，过度中央集权，最后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这个看法也不能说完全不对啦，但一般史学家以近年来发现的许多秦简的史料、汉简的史料，我们进一步去分析，可能最重要的原因有2个。首先，第一个是因为天下大乱，人口大减。我告诉各位，当时季汉初年，根据《史记·后之列传》的预估，大概全国人口只有秦代的1/5左右，死了4/5的人哈。这结果就是秦朝所建立一个广大的地方官僚行政制度全毁。对，你要这么多的郡县，你要有公务员啊。汉朝初年还没有这么多的公务员可以去代表中央政府去管理地方嘛，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就是你这么多的部队，你要怎么安置？尤其有许许多多啊，东方前西楚王朝的降将，像英布、彭越，或者是他自己发展起来，在东方有非常庞大力量的韩信啊，这些人的部队你要怎么安置？最好的办法4个字：就地安置，对不对？你的部队在哪里，就划一块地给你，那边就给你管，然后你自己来养你的部队。一般史学家像傅乐成先生啊，他们都认为说这应该是一个不得已一个妥协的产物了哈。我基本上同意啊。但是各位，你看一下这个状况就知道，这无疑潜伏着莫大的危险，对不对？异姓诸王，地广兵强。各位，你再仔细看一下这个图，这个跟战国末年秦与东方6国的对峙其实差不了多少，或者你说跟楚汉相争那个时候东西对抗的状况其实几乎是一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所以这里面就潜伏着一个很大的危险因子，就是国家有可能会爆发内战。因为这些异姓诸王都还有相当多的部队了果然这个没有多久我们知道这个状况就发生了所以对刘邦来讲，这大汉王朝的建国工程还远远没有完成。所以对他来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做，你就是要如何的去制裁或者说去消灭这一些异姓诸王，否则的话，我想这个国家距离真正统一都还相当遥远。好 ，OK。其实我们从这个图就可以看到几个点第一，我们仔细看那个楚其实楚不是一开始就建的国楚就是汉初3杰的韩信，大家还记得吗？上一讲我们提到，封什么假齐王，要做真齐王啊。对。所以呢，他本来封在齐地这里，齐地就是沟东、琅琊跟冀北这3个地方本来这个是就故齐地嘛，所以呢，一开始韩信就就地封齐所以他叫齐王。可是封了1年刘邦觉得不太妥当就把他又迁到楚地去为什么会这样子安排？其实这是有政治因素的因为齐地第一个这个地方非常富庶，开发很久大家都知道有盐之力。对，盐铁之力那我把你迁到楚地去了，楚地本来就地广人稀，而且你这个占据的是西楚故地这个不就是当时项羽给自己的那一块吗？一模一样嘛，因为这里的人绝对不服韩信嘛，韩信就干掉了项羽的人，所以他其实就让他削弱。你可以看到，其实刘邦的政治智慧在哪里？他是渐进式的在处理这个问题。那另外我们看北边那个燕国这也很有意思燕王张图呢，他是项羽原封的对吧？看他当时就封在这里。那他呢，对韩信打过来的时候，他直接就地投降。那张土有一个状况是什么？因为他是燕将出身，所以他在燕地有比较高的声望。可是后来他也坐不住嘛，刘邦第一个对付就是他啦，他就叛变。叛变的时候，他把他除掉了嘛。除掉之后呢，刘邦就用了卢绾。卢绾什么呢？跟他同年同月同日同乡同里生，主岁还全港底下口大汉呢，怀氏老臣对，把他给封上去做取代。所以他也没办法马上把燕国取消掉，因为燕国长期以来自成一格。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汉初异姓诸王，这就回应了刚才徐阳所说的，到底是刘邦政治智慧低能不足，还是因为现
现实问题，我们看历史必须要妥这样去看协啦，否则他没办法管嘛，这么大的地方。那这里面还有几个，我们把它点一点哦。最凶的梁王彭越，另外一个呢，淮南王英布或叫英布，就是封在哪里呢？就地封，有没有？英布呢就封在他原本的淮南，当时封九江王嘛，对不对？那就负责打项羽的腰果子，就地处理。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彭越封在梁，他本来就在梁地，梁地是什么地方？就是以前魏国，魏国又叫大梁嘛，哈，河南这边。对。那其他的我们看韩王信，他就封在不韩地啊，没时间签，所以这几个里面他是这样来处理的。好，其实异姓诸王当中有一些是对整个汉朝的生存的确是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宏观来看，整个西汉的开国集团大概基本上可以分两部分，一部分就是怀氏集团嘛，另外一部分就非怀氏集团。非怀氏集团有许多就是过去西楚的降将了，其中有3个最大，就是刚刚楚王韩信，另外就是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这3个人哦，他们的土地最多，部队也最强，而且他们的部队都是跟着他们一路这样打上来的部队，所以效忠力也比较强啊，百战之师。这个对，没错，而且很有作战经验，所以对刘邦来说，解决异姓诸王当中最棘手的就是他们3个啊。不过很快哦，刘邦就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先去试想一件事，你们觉得整个东方异姓诸王当中，如果要结成一个反汉联盟的话，谁最有资格担任盟主？或者说带头造反，军功最高，声望最高，而且最能打仗的，毫无疑问就是韩信嘛。所以韩信很快就成为刘邦的心腹大患了。只要把韩信除掉了，整个东方的反抗势力就没有一个有资格担任盟主了啊！未来就可以各个击破。所以首先第一个他要对付的就是韩信啊。对付韩信主要用的理由是，当时韩信啊收留了一个前西楚的降将，据说这个人跟韩信过去在西楚集团当中就是好朋友，就是钟离昧。钟离昧先逃到了楚国之后啊，韩信就收留他。不过因为他是西楚项羽手下很得力的一位战将，所以当时刘邦也今天话说就是全国在通缉他嘛。结果钟离昧逃到了他的老朋友韩信的麾下，韩信就给予他庇护啊。这件事情曾一度让刘邦想要直接集结所有的兵力去跟韩信作战，不过被一个人给劝下来了。这个人是陈平啊。是简单说，陈平跟刘邦讲了一大堆，简单讲说，你有把握吗？你有把握一定赢他吗？韩信作战是非常厉害的啊，万一打输的话，我为陛下感到担忧啊，就让刘邦暂时把这件事情给压下来了啊。不过呢，我告诉各位，韩信这个人啊，我们用今天话讲，神经太过大条，对啊，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啊，也是一个悲剧人物，对不对？他都没有意识到刘邦已经快要容不下他了啊。所以军事解决不行，那就政治解决嘛。所以历史上就发生了云梦大泽事件嘛。当时陈平就告诉刘邦哈，我们可以找一个机会哈，到南方去巡视，然后叫韩信哈亲自来谒见，就可以趁这个时候将韩信逮捕哈，趁机解除他的兵权。果然，后来刘邦听到之后，这是个好办法。所以你看，刘邦反应很快，硬打的不行，我们就来这一招哈。就果然刘邦就以到云梦地区，云梦其实就今天的两湖啦哈，去巡视为由哈，叫韩信到陈州这个地方来谒见他哈。结果韩信只带了麾下的几个随从一起来而已。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刘邦竟然就将他当场逮捕，立刻把他捆绑起来，装入囚车，马上宣布将韩信贬为淮阴侯，而且一路把他从陈州装在囚车上装回长安啊。从此之后，不让他派到外地去。各位，这件事情等于是解除了韩信的兵权。从此后，韩信就变成阶下之囚嘛。虽然还有一个淮阴侯这样的虚名，不过不久之后，据说刘邦亲自就把韩信放了。一开始对他也还不错，就说你是列侯嘛，你也是功臣，对不对？可是据说这韩信抱怨就很多，每天闷闷不乐。韩信尤其看不起怀氏集团的人，包括樊哙啦、周勃、夏侯婴啊这些，他都看不起，他就认为这些人的本事没有他大。我们也不能说不对嘛，对不对？韩信的确是厉害啊，据说好几次啊，他在上朝的时候见到周勃、樊哙这些人都是一脸嫌恶啊。有一次他去樊哙家拜访，樊哙对他一开始也很客气啦，因为他的战功太高了嘛，对不对？最后韩信竟然离开樊哙家的时候讲，我竟然今天落得要跟樊哙这种人平起平坐的命运啊！我们知道樊哙是刘邦的连襟嘛，对，结果这件事情就传到了刘邦的耳朵里面，尤其有一个人对这韩信尤其感冒，谁呢？就是刘邦的太太，大名鼎鼎的吕雉吕后。我们必须要说了，吕后心狠手辣，但吕后在这个时候真的是贤内助啊。韩信被关在长安期间，有一个人大概是韩信比较看得起的，谁呢？就张良。他常常到张良家去啊，张良有时候也会到他家来，干嘛呢？他们俩整理这么多年来用兵作战的心得，据说还整理出所谓的韩信兵法3篇哦。不过很可惜，韩信兵法3篇今天大部分都已经失传了啊。
不久在汉高祖10年的时候，就在北方发生了城西之乱，刘邦就亲自率领大军，带着周勃、樊哙、夏侯婴这些人北上去平乱。吕后这个时候就联络了萧何，对，你看多可怕！各位还记得当年是谁推荐韩信给刘邦的？就是萧何，对不对？哎，真是可怜啊！吕后就跟萧何密谋，发了一个假消息给韩信，说韩信已经死了，叫韩信到宫里面来祝贺啊。结果韩信到宫里面来的时候，这吕后立刻就下令将韩信当场逮捕啊，并且捏造了一个谎报，说他跟陈豨2个人共同密谋，里应外合，颠覆汉朝，这非常可怕的事情。据说就在长乐宫里面，立刻将韩信逮捕之后，以5刑将韩信杀得面目全非，虐杀，而且立刻株连3族哈。据说韩信在快要被处决之前，曾经感叹说，当初后悔不听蒯彻之言。所以历史上有句成语就出现，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不对啊？对，除掉韩信这件事很重要，因为东方从此之后，或者说整个异姓集团就没有任何一个在声望上跟能力上可以统合所有异姓力量跟刘邦对抗的这样的一个统帅啊。韩信被杀掉的时候讲了这段话，后来这个话传到了刘邦的耳朵里。刘邦当时平了陈豨之后回来才知道韩信已经死了。刘邦一方面感到高兴，二方面也觉得有点难过哈。不过他也知道，原来韩信口中讲的蒯彻这个人，据说刘邦还把蒯彻给抓过来了，本来要把蒯彻杀掉了。不过从这边看的一件事，刘邦也不是那么好杀的人啊。蒯彻跟他讲说，当时天下未定，我是韩信的部下嘛，那我当然要提供最好的建议给我的主公啦。结果刘邦听到之后觉得，好像也有点道理，竟然就把蒯彻给放了。不过无论如何，解决掉韩信对整个汉朝的统一来说，我们站在汉朝的立场啦，还是很重要的。韩信到底有没有反意？这个千古以来许多人在讨论啊。我认为这也不重要，因为他不论有反意没反意，刘邦都会把他除掉。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啊。其实这边补充几个点啊，因为汉初3杰里面唯一落得凄惨下场的就是韩信嘛，就是他。萧何曾经一度被怀疑，是因为萧何用了很特殊的方法自污嘛，每天呢就去贪污，然后花天酒地，一副展现出对天下没有雄图之心。我要告诉大家，萧何这个人虽然他当时还是出身低阶官员嘛，但是萧何这个人呢，他是真正君子。他不该碰、不该拿、不该有的全部都没有，他也从来没有仗着刘邦的宠爱，这个仗一直都很清楚啦。对，他是个清廉的人哦。可是呢，为了消弭刘邦跟吕后的怀疑之心呢，他就自污哦，只能这样子。贪财好货了。对，然后最后呢，就避过了渣桀哈。那汉初3杰另外一位张良呢，就是封了刘侯之后呢，就急流勇退，赶快隐退归隐去，就退休了哈，不问世事，整天呢喝酒吟诗对，好就跑了，所以没事。大家就说，那汉初3杰最惨就韩信，那到底关键在哪里？我认为是韩信的政治智慧太低啊。对，我们说过啊，项羽是政治低能儿啊。那韩信跟他比哦，比他高一些没错，但是叫什么？叫政治小学生。为什么呢？因为他遇到的是阴狠手辣的政治博士，叫做吕雉，所以他完全被人家吃死了。韩信很坏哈，这个吕雉。哪怕韩信只是要稍微讨好怀氏集团里面的一些人，他都不会下场这么惨。对啊，由此一说，是萧何是想保他，但是萧何只有一个人，孤掌难鸣啊。而且萧何自己都被怀疑了，他还有什么力量保他？你看樊哙他们一开始也不是拒韩信于千里之外嘛，并没有说因为韩信你不是我们怀氏人，所以我就不聊你嘛。可是他偏偏的去得罪樊哙。看不起樊哙的出身，那樊哙觉得莫名其妙啊！你出身有多高？你当年也是死刑犯，一个流浪剑客嘛，对不对？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对，那你看早年跟韩信交好，像夏侯婴啊，这些很多人都没有对这些事情有所表态或示警，你就会了解韩信在当时的长安城的人缘有多差了啊。那这个也就造就了韩信必定的悲剧啊。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啊。那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出韩信的一个性格。好，那当然异姓诸王除了韩信之外，还有英布跟彭越了啊。我们没有时间去帮大家解析完全部的异姓王是怎么去铲除的啊。对，不过大体来说，全部平定之后呢，当时其实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有一个小国家，它虽然很小，但是它位置很难搞，就居天下之中的韩王信啊，不是韩信，韩王信的，所以刘邦这辈子都跟姓韩叫韩信的两个韩信搞得很烦，大家知道。韩王信当时造反啊，其实他也是担忧啦，结果造反之后他就跑去匈奴嘛，然后带兵攻汉，其实后来就引发了一连串的政治危机啊，其实就是所谓的白登之围啊。那像白登之围当中呢，其实有一个汉朝的巨大隐患就在这件事情当中被看出来了。刘邦甚至差一点点就不撤了。对，哎，这个白登之围对刘邦来讲也是这一生很重大
大的一个危机，他没有想到的就是韩王信后来有许许多多不好的行为详细记载的也不是那么清楚。简单说，就秦朝末年天下大乱，而匈奴的力量又重新占据了河套地区很快就往南威胁到今天的山西、河北这一带当时韩王信就受命到北方去防堵匈奴。韩王信当时也很害怕所以他就干脆投奔了他的敌人北方的匈奴当时匈奴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成为汉朝非常重大的一个生存上的危机。所以当时匈奴的部队就向南到了今天的晋阳这一带，晋阳就在今天的太原附近，这是蛮严重的。因为如果一旦整个山西地区被匈奴占领的话，接下来整个就会进到黄河平原地带，这个仗就不好打了刘邦可以说马上瑕不洗暖就带着他来自的主力部队。其实各位你可以发现，这段时间对异姓诸王作战，还有对这匈奴战，都是刘邦亲自上阵，对不对？他主要就是靠着他那些怀氏的这些老臣亲自前去攻击韩王信。这一战的结果就把韩王信击败了而且韩王信麾下的一个大将叫王喜还被当场就被斩杀了击败之后怎么办呢？韩王信就只好收拾他残余的部队往匈奴的方向靠拢。当时的冒顿单于就派了左右贤王各带1万多的骑兵跟韩王信的残余部队会合，就在晋阳这边跟汉军打了一仗双方一开始的时候是互有胜负，史记跟汉书的记载并没有说非常的清楚。不过当时有一个人就建议刘邦说，你最好不要再跟匈奴打下去了，再打下去很危险。谁呢？就是我们刚前面讲建议定都长安的娄敬据说这个建议让刘邦非常生气刘邦就说，我快要取得胜利了，结果你告诉我叫我不要打了当时刘邦还下令把娄敬关起来，还说等到我获得胜利的时候回来就把你这个山东老书生给杀掉结果我没有想到进一步向前追击跟匈奴作战的时候，果然就被击败了被击败之后包围在白登山这边最后刘邦是怎么脱险的这个史书记载就比较乱，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因为陈平使用美人计，但是也有一些记载是说后来夏侯婴、灌婴等人带领着增援部队解了白登城。但是刘邦在白登被包围这件事蛮危险的，他如果增援部队来得晚的话他就被抓了最后刘邦可以说是有惊无险的脱险。然后他回到长安之后，很重要，就各位这是展现刘邦的胸襟他立刻就把娄敬给释放，而且跟娄敬道歉，升了娄敬的官，后来还封他为侯而且还问娄敬说，那以后我们对匈奴该怎么办？各位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娄敬告诉他说，很简单我们用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所谓的和亲政策。他告诉刘邦说，如果我们嫁一个公主过去，带着丰厚的嫁妆，未来新的匈奴的单于就是您的外孙，哪有外孙跟外公对抗的道理，对不对？等到您100年之后未来匈奴王跟我们大汉天子就是表兄弟，或者是舅舅跟外甥的关系，那这样的话匈奴跟汉朝就成了亲戚啦，这个战争当然就打不下去了刘邦听了之后马上就采纳，而且立刻回去叫他的长女鲁元公主跟自己的老公张敖离婚，嫁到匈奴去，把自己的嫡长女嫁到匈奴去。据说是吕后非常反对吕后日夜啼哭说，我实在舍不得我这个女儿我要是吕后我也气死了，当年被你们推下马车差点死掉，现在好不容易天下太平，要我女儿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不过后来刘邦熬不过吕后嘛不过据说他从刘氏宗室当中挑了一个女孩嫁到匈奴去，很可惜这个女孩的姓名今天没有留下。对，我告诉各位，从刘邦之后的惠帝到吕氏当家，再到文景之治，各位这个核心政策前后持续了60年各位这很重要，因为这为中国争取到时间喘息之机对，中国才有40-50年的建设时间嘛。等到后来汉武帝也才累积了足够的国力，后面才能够扬眉吐气对匈奴作战各位，这是中国自从建立统一王朝之后第一次与北方的游牧民族进行和亲，这是很重要。后来和亲政策就成为中国3个主要的朝代，汉朝、唐朝、清朝，用来笼络或者说联系北方游牧民族很重要的一个政治手段或者是一个法宝我每次看这一段我就很感叹，对不对？这就是刘邦的胸襟，让我们想到三国时代的袁绍，是不是田丰也劝袁绍不要跟曹操决战，结果打了败仗之后回来，袁绍就把田丰杀掉了。英雄到底是真英雄还是假英雄？我们从这件事情我们就会看得非常的清楚。好，其实这里面有几个背景也跟大家做一点补充就说这个匈奴怎么突然冒出来这里很重要，因为冒顿单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北方匈奴诸部给统一的
单于哦，他继承了他爸爸的单于之位之后，他变成大单于，所以匈奴也经历了一个大一统时期，这也是汉匈之间为什么开始冲突，而秦朝的时候只要防范他们就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异哦。这边要跟大家讲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有趣的点是，韩王信虽然后来在这个冲突当中被杀了，但是韩王信的子嗣啊逃到了匈奴去哦。对，没错，这很有意思啊。后来呢，在文帝的时候呢，又以匈奴相国的身份啊，回到了汉地啊，等于是投奔回汉朝啊，受到相当高的礼遇啊。后来到了汉宣帝时期呢，韩王信这一支啊，还成为当时汉宣帝麒麟阁功臣之一哦。那另外你也可以看到说，为什么东亚文明的形成，所谓的汉文化很重要。你就看韩王信的家族到了匈奴之后，他就变成宰相嘛。当然这里记载我们已经不清楚了。当然刘邦嫁了那个中女过去，到底跟韩王信的子孙互动是怎么样？那是不是有对于韩匈之间的这个安定有增加？那我们不可考，因为匈奴毕竟没有文字哦。对，但可以确定啊，韩王信啊，还有嫁去的宗室女哈，这些都对匈奴的文化有很深刻的影响。对。对，这是可以肯定的。对，好，这一点是给大家做一个背景的补充哦。那当然，异姓诸王还有2位嘛，像彭越跟英布这2个是最凶猛的哈。那这也是刘邦心中最放不下的，因为过去本来就不是他了。他们2个被除掉，故事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长了哈。那基本上把彭越跟英布给除掉之后呢，哈，基本刘邦的生命也差不多走到了终点了。这里倒是有个小故事给大家做补充啊。刘邦呢就把他赦免为庶人。这里其实你可以看到，刘邦这个人说真的，他还是蛮宽厚的啦。对，他不好杀，他真的不好杀，他对他的部下大致上都还不错。好，或对他有恩之人啊。那毕竟英布、彭越如果当年没有他们2个，他早就已经被项羽剁掉当肥料了嘛。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结果彭越投降赦免庶人，当时要把他流放到蜀地去，好死不死，刚好在蜀道里面的跟吕后来一个见面杀。当吕后看到他呢，不动声色，彭越就去跟吕后哭诉说：“哎呀，这是人家害我的啊，请帮我跟皇上讲一下，求个情。”吕后假意答应哦，结果没多久就把彭越呢骗起来。逮捕、做掉、夷灭3族，而且还弄了一个非常残酷的刑海啊，叫做海刑。海刑什么？就剁成肉酱啊！大家有听过腐海哈，就这个意思。然后分给当时的异姓诸王，告诉你们，你想背叛是不是？你试试看。刘邦不杀我，吕后会处理。所以其实吕后也是有意在培养他的政治上的威信啊，因为我们知道汉初3杰，一武2文嘛。那另外呢，汉初3大名将，英布、韩信、彭越，结果3个里面2个死在吕雉的手里。你就可以知道非常的凶狠。那这个是异姓诸王被除掉的部分了。那等到差不多都打完之后，有一个状况，那总要有人来填补这个空缺，还是它就变成了所谓的郡县制呢？学长，好。其实刘邦他也很清楚知道，汉朝初年的时候没有执行郡县制的条件嘛，那他用的方法就是把这些被除掉的异姓诸王他们的故地交由刘氏的同姓诸王来管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对韩信的处理嘛。当时韩信被人阶下之囚之后，刘邦就把前楚国地区基本上就交给2个姓刘的管理，一个就是刘邦的幼弟刘交。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人，这个人是刘邦几个兄弟里面唯一一个知识分子，对不对？而且我们过去在讲楚汉相争常常把这个人都忽略。其实这个人在跟刘邦打天下的过程当中，其实发挥了蛮大的作用，也是刘邦很信任的一个人将刘交封为楚王就在等于他顶替了韩信的爵位嘛。刘交就是历史上的楚元王，还有另外一部分就分给据说是刘邦的宗室，但他到底是谁，到底跟刘邦是什么关系，已经不太清楚了这个人叫刘贾刘贾也是一员武将过去在跟刘邦打天下的时候，他跟樊哙、曹参一起作战，都立有战功。刘贾被封为荆王，据说他作战相当勇猛。对，荆是古代楚国的古称了所以楚王跟荆王等于是平分了后来复楚国地区。不过刘贾后来在英布造反的时候被英布击败最后英败被杀不过后来我们知道刘邦亲自南征，停了英布的叛乱然后又把英布原先的地区加以整理，就把原先属于刘贾前荆王的故地封给了他的侄儿刘辟刘辟一开始的时候统治了故荆地区他被封为吴王。我们知道这个刘辟后来就相当有名各位，就是延续到后面我们讲的七国之乱了这个要到汉景帝时代。因为到七国之乱的时候，刘辟就变成东方刘氏诸王当中辈分最长的嘛，
他跟文帝是同辈的嘛，我们从韩信的领地的处理，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刘邦他知道他不可能做到像秦朝那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局面所以他用的方法就是把这一些过去属于东方异姓诸王的土地封给他们姓刘的子弟因为在山东就封给他的庶子嘛，非常有名的齐王刘肥。后来到了文景时代，整个山东地区又分成几个国家，大部分都是从刘肥这一支过来的，就是变成什么胶东王啊、冀北王啊等等所以简单讲，东方异姓诸王解决掉之后，交给刘姓诸王，这对汉朝的统治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这个图啦，你可以看到所谓楚地跟吴地，一开始金王就是这个吴王那后来就以吴王代之，就分成2块。那这个其实对应的就是原本韩信所受封的这楚国就是说分而封之而且代以自己的宗亲来做处理那另外呢，讲到齐地齐王为什么要另外封出去呢？其实你从汉初的封国建制的时候，你会发现齐国宛若一块飞地夹在诸侯国之间那因为毕竟遥远嘛，所以他分封其实也有一个坐镇东方。那齐地这么重要的地方，当然不能交给别人那齐地呢，当然要交给自己的亲儿子，当然是最好。但是因为刘邦的很多儿子是在他打楚汉相争之后才陆陆续续出生的嘛，那唯有齐王刘肥算是比较年长，另外还有惠帝嘛，但是惠帝呢，毕竟要当太子，所以就是这样的安排。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样的政治安排其实是相当合理的啦。他把刘肥封到山东，有一点在保护刘肥对了，因为有一个凶猛的吕后嘛，对，毕竟后妈很凶那你也必须说，其实刘邦对这个孩子也是挺不错的封最好的地给他对，所以最具战力要地的楚地封给自己最亲的弟弟这个弟弟对詹哥是非常服气的然后呢，这齐地呢封给自己最大的儿子吴地呢就封给了自己二哥的小孩大侄子等于说他可以说是刘家的第2代或者说第3代里面的最大的就可以这么讲，东方最重要的2个王是，所以大家就可以了解说这里面这些安排是这样来的，还是再次凸显了一个问题，就是刘邦他是有战略跟政治智慧的这一点呢，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啦。那除了安排郡国并行的问题之外呢，其实汉朝还实行了所谓的9章律就把所谓约法3章扩编到9章那当然有一些内容有机会我们会来跟大家讲。那还有一个点当了皇帝要有皇帝的样子大家还记得吗？秦始皇车驾咚咚咚过去的时候，西楚霸王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也。”刘邦说：“大丈夫真当如此也。”但他真的真当如此了吗？我们来问一下学长据说当初刚当上皇帝的时候没什么皇帝的样子大家还是整天打屁聊天像以前呢在芒砀山落草为寇那个样子没什么君臣之礼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知道，其实因为汉朝开国这一票，尤其是怀氏集团这一票，基本上都是出身社会基层嘛，所以他们对于整个朝廷的政治运作方式，以及作为一个朝廷该有的一个君臣之间的礼仪的安排，他们是不太晓得，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完全陌生的所以根据我们今天看到《史记》的记载建国之后没有多久，虽然在长安就建了皇宫，不过他们这一些怀氏集团这些老哥们还是跟过去一样大家跟我们都在喝酒聊天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喝醉了之后就拔刀击柱就把自己的佩刀拔出来，用刀子砍宫廷的梁柱已经到这种地步，完全没有规矩各位，这不但是代表当时朝廷内部政治秩序的一个混乱，而且无疑这充满着危险万一有任何一个人拔刀对皇帝怎么办？所以如何能够确立君臣之间的名分，进而建立整个朝廷内部运作的一个方式跟秩序是非常重要。可是没有人懂对不对各位？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知道，刘邦是看不起儒者的。我们知道最熟悉古代政治运作尤其是宫廷礼仪的就是所谓的儒者，6经之一的礼记，礼记其实就在讨论这一些事情。那刘邦一开始是看不起儒者的这件事情，那也只有儒者能够胜任。我们可以说整个儒者在整个大汉王朝当中开始崭露头角，这件事开始由当时重要的一个大儒叫叔孙通他是山东人他就向刘邦建议说我们要制定朝仪什么是朝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君臣之间该遵守的礼仪，如此才能让中央的政治制度能够上轨道。据说他这一讲之后，还让刘邦犹豫了一下，这个老流氓实在是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结果这老流氓跟他讲说麻烦有2点，第一个必须要内容要简单，不要为难我第二个我们先试试看，如果不行的话我们要不断修改。叔孙通也答应了，好，没有问题叔孙通就依照古制，主要是周代的制度制定了朝仪从此之后君臣之间行礼如仪，彼此有彼此的名分，彼此有彼此的规矩据说
朝仪制定好之后，刘邦站在金銮殿上，看到文武百官每一个低着头排队走进来之后，他非常高兴了，回头跟吕后讲：“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原来是这么过瘾的事情。”所有这些人看到我都要低头，都要下跪啊，该行礼如仪的都要行礼如仪，非常的高兴，也将竹孙通论功行赏。各位，这件事情除了建立了中央政府的政治秩序之外，很重要一件事是儒者在大汉王朝的第一次胜利。从此之后，儒者在中央王朝的地位就越来越重要。我可以告诉各位，没有叔孙通就没有后来的董仲舒，就不会有后来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这个事情不单只是政治秩序的建立而已，是对整个西汉王朝的思想以及它的政治制度的发展都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我想这里面有几个点哦。第一个，因为当时你看这种中央是要怎么治理东西啊？一群流氓，对，这大家就是一群贩夫走卒，什么人都有嘛。你看刘邦的连晋、樊哙，就是杀狗出身的，那比较有秩序，像萧何也管不动他们嘛。而且其实萧何平常说上班之外，下班之后也是成天跟这些家伙混在一起啊，一起喝酒吃肉，一起赌博哦。所以说实在的，本来就管不动。比如说像是贵族素养，像张良这些，他们基本就独善其身嘛，要不然就避走远方，好，避免说对，那他也管不动啊。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大家不要小看仪式的重要性哦。为什么要讲礼？因为礼仪就是秩序。而秩序必须被神圣，它必须要崇高化，所以这个秩序的神圣性创造之后，对刘家的王朝的确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朝廷的神圣性是有所提升。其实一开始刘邦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一开始也是跟这些人享受这个天下啊。你想当初打进咸阳的时候，把库府给封了，把银子给收回去，对不对？然后对所有的百姓秋毫无犯。忍这么久为何时？对啊，难道我刘邦辛苦了一辈子，享受一下又错了吗？可是过了一阵子，他发现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才会有后面的叔孙通那一段。那另外呢，我们刚才讲到白登之围啊，还有一件事情，我现在要来提一下。白登之围之后呢，刘邦讲了一件事：非刘氏而望者，天下共击之啊。对，这个王是破音字，就是称王的意思，这是转品啊。对，所以当时还杀了一只白马嘛，好，然后呢，黄河去。对，好，然后呢，所以又叫白马之誓哦。所以你要确立你的朝仪，你才有非刘氏而望者。所以它是一整套的政治秩序的建立哦，这一点才让汉朝真正像一个朝代。因为汉朝跟秦朝有个根本性的不同，它是完全从零开始建立的。秦朝它有700年的基业，你看连它的都城长得这样子，像卵形这样子，你就知道它就是一个长期积累下来的状况。但是我们前面也提到嘛，秦末是全面性的崩盘嘛，再加上项羽把子婴跟所有的秦国公子几乎是杀戮殆尽，也把大部分的秦朝的官吏或杀或烧嘛，或者驱走了嘛，所以等于在废墟当中重新建立起来的一个帝国。所以我们以前在研究秦汉帝国，都常常说秦汉，但是这边我有一个点哦，这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哦，我认为虽然汉承秦制确实不少啊，也受到森特尔的影响，但是汉之所以得利，是他自己努力的成分是非常大的，并不是像隋唐就真的继承隋很多东西哦，但是而且还要不断的试错啊。对汉高祖来讲。对，好，所以这一点其实是蛮重要的了哈。那当然了，汉朝之所以后来可以稳固下来，还有一个重点，就我们刚才一直反复提的怀氏集团得到重用哈。那怀氏集团得到重用呢，有一个小故事啊，有一句成语叫萧规曹随啊，可以展现出怀氏集团被重用的一个内涵哦。徐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怀氏集团被重用这些事情，让整个汉朝得到稳固啊。刚刚学弟讲到萧何制定九章律嘛，对不对？九章律就是汉朝的整个国家的法律制度的架构啊。后来萧何去世之后，继任宰相的就是曹参。根据《史记》记载啊，刘邦病重的时候，吕后有问刘邦说：“你死了之后，以后国家有问题，我应该托付给谁？”当时刘邦讲说：“那就是萧何。”后来吕后说：“萧何年纪也大了，那我萧何走的时候，那轮到谁？”刘邦毫无疑问就说：“那就是曹参啊。”曹参是一个武将，没错，但是曹参政治才能也非常的让我们今天津津乐道啊。曹参被派去干嘛？曹参担任齐国相。就是辅佐我们刚刚讲的刘肥啊，我那个大儿子对不对？派到东方去当王，你去负责帮他。据说他在齐国就把齐国治理得非常好啊，他的治理就是4个字，叫清静无为。这个在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来讲非常重要啊。后来他把齐国治理得还不错，等到汉惠帝即位之后啊，萧何也死了，他就把曹参调回长安做宰相啊。据说曹参回到长安之后也是一样，一切从简。萧何时代所规定的一切事物，他尽量不加以更动啊。
当时有很多人跑去建议曹参这，建议曹参那，觉得朝中应该有这个事那个事要改动。只要有人跟他提建议，曹参一律请他喝酒，一律到连话都讲不出来为止。后来有一天，汉惠帝也看不下去了，就去问曹参说：“那这样子好像不太好吧？”结果曹参跟他讲说：“皇上，你觉得你的能力跟你爸比起来怎么样？”他吓一大跳，他说：“我怎么能跟我爸比？那你觉得我的能力跟萧何比起来呢？”汉惠帝想想，好像也不如，那就对啦。他们两个这么伟大，对不对？他们建立的制度，我们跟着做就好，萧规曹随。各位，萧规曹随的背后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4个字：黄老治术。历史上所谓文景之治就是黄老治术的成绩，但文景之治实际上从刘邦的晚年就已经开始，包括核心政策在内也一样啊。与民休息，清静无为。在一个简单农业社会里面，就让老百姓自己去发展，好好的休养生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就可以了。做太多的事情去折腾他们，反而是没有必要。各位，这个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中是非常正确的政治决定。我可以告诉各位，刘邦除了对付少数非怀氏的将领，使用武力将他们铲除，或者用武力征讨之外，他的怀氏集团的功臣，除了卢绾，绝大多数都得到了善终，而且他们的子孙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在汉朝当中都还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各位，萧何就是后来从汉末到魏晋南北朝很重要的一个氏族，兰陵萧氏始祖，我们就可以知道萧家后来还兴盛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刘邦基本上他不像后面的平民皇帝朱元璋那样，几乎把跟他自己一起打天下的淮西集团都杀光了。这种事情刘邦并没有这样做，他还保全了绝大部分他的功臣。各位，刘邦这个做法很重要，因为等到他死后，汉惠帝时代发生了吕后代的吕家的人对汉朝的政治传承产生威胁的时候，这一些淮氏集团的老臣们就保护了刘家的子孙，包括周勃、陈平、灌婴等等这些人，他们就保护了刘家的江山。而且最重要的是，周勃、灌婴、陈平这些人挑了刘邦另外一个儿子汉文帝刘恒来继位这个23岁的小孩继位为汉朝的皇帝，让整个汉朝的政治危机得以度过。所以刘邦保全了功臣，功臣保全了刘家，这个对汉朝的历史产生很重大的影响。是哦，所以我们都知道，一个皇朝的建立，它是一个极其动荡跟不易的啊。即便刘邦很早就把项羽给灭了，但你可以看到，灭了项羽之后呢，几乎在他当皇帝的那几年之间呢，他还是在南征北讨啊，对，很多的动荡。我们今天还略去了很多，比如说刚才有提到卢绾的问题哦，跟他同年同月同日同乡同里生，刘家跟卢家还是世交啊。但是即便这样，卢绾的问题后来也要处理啊。我认为当时刘邦把卢绾封出去做王，甚至是把他当成同姓王的角度在看待，几乎是这样，把他当自己兄弟在处置啊。因为刘邦的兄弟除了刘交之外，大哥二哥都很早就走了嘛，这也是刘邦很大的遗憾啊。刘邦这个人很有意思啦，他非常重视他自己的手足啊，这一些兄弟们啊，所以这个也造就了刘邦一个很不一样的一生啊。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结语啦，到底刘邦他整个所建立的汉帝国是一个怎么样的？那刘邦是个怎么样的人呢？我想第一点刘邦是个伟大的平凡人，对，但是他确实有一些才能在。他如果今天没有起兵，他大概就是这样子过完一生啊。那谁知道秦末会崩得这么快呢？没有人想到陈胜吴广就一对迟到的兵卒绕动了整个天下，天下竟然如此分崩离析，整个大秦帝国看似牢不可破，竟然就这样子瞬间崩溃了对，可以这样讲那第二个呢我想他立下了所谓开国君主的典范啊。事实上，后来刘邦的后代重新复兴汉朝的汉光武帝嘛，也是不弑杀嘛，这一点很重要，大致上都很仁厚。对，刘邦这一点也是很重要。你看，其实是吕后心狠手辣，刘邦倒是真的就是比较没那么心狠手辣。先补充一下，有史家认为吕后在保护他的儿子刘盈对，因为刘盈比较文弱。所以吕后就特别狠。所以吕后这个人也是经过大风大浪，好，等到我们之后讲到女主传系列的时候，我们再来好好分析她。对，以后可以好好来讲这个女人，很厉害的。那再来呢？我觉得刘邦还有一个点他未能彻底的完成他的开国功业，但是他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了首先呢，打败了秦朝，奠定他汉王的位置，楚汉相争，获胜建立了帝国。接着呢，再来消灭异姓王，奠下了整个国家的基础。可是同姓王的部分，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事，已经超出了他能负担的部分了所以他也只能做到这样了，他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们可以讲，因为刘邦当时已经是高寿而走了他驾崩的时候对60几岁了所以作家伯阳就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伯阳先生认为没有之一。那我们让学长给我们做点最后的一个评点吧，最伟大的皇帝。
对，最伟大的皇帝，刚刚学弟也讲得很对，他就是一个伟大的平凡人。我们可以看到《史记》里面对他各种是活灵活现的记载，对不对？会信任人，会怀疑人，会爱人，会杀人啊。然后会有各种的作为，所以他就是一个伟大的平凡人。这个根据《史记》记载，刘邦走在田边，跟这个田里面的老农或者是守攻城的老兵，他只要讲2-3句话，立刻就可以变成好朋友，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而且他非常了解民间疾苦，知道老百姓在想什么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讲说，你看这个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就是一个平凡人，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以后中国的皇帝基本上是人不是神，这也是使得中国以后就会有这种一朝兴一朝灭这样的一个情况，朝代循环的一个情况。因为皇帝是有为者得天命者得民心者，人人可做嘛，皇帝并不是神，所以像日本那种万世一系在中国就不会出现啊。这种皇帝的性格的特征就是在汉朝的时候所奠定下来的。我们可以说刘邦是真正的千古一帝，因为他的大汉王朝树立了大一统帝国该有的一个规模跟典范，这是他最伟大的一个。好，那今天关于刘邦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真的花了4讲啊，好不容易终于把它彻底给讲完了。事实上还有很多故事没有讲到，对，还有很多光是这个我们刚才讲到，我们略去了讨阴部灭彭越，还有走卢绾的这个太多了小故事啊，这个其实还没有办法这个讲完啊。不过大体上我想这个是交代得很完整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这个系列吧。好，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还有最重要的是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啊。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透过线下的赞助机制，绿界、PayPal、微信、支付宝、邮局，让我们有更多的粮草，做出更精彩的节目。那今天我们的历史讲堂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啊，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期再相见喽。我们今天谢谢学长，好，谢谢大家，好，拜拜，拜拜。